你的戏剧想象力快比我还丰富了。那你说，我要是像魅影一样，把你骗到隐蔽的地下湖囚禁起来，你怎么办？那还有哪个魅影敢掳走这么胆大的 Christine 啊？到了。什么宝贝能让你看得唉声叹气啊？这可是上古神兽的至高了，怎么会断了呢？我随口编的，你都能信啊？这么多年，你的防诈骗意识居然还退步了。别担心，一根蜡烛而已，我自有办法。魔术表演才刚刚开始。别动，你的背后有个东西。我控制住它了。先提醒你一下，等会儿不管回头看到什么，都不要激动。好了，回头看吧。先别生气，看 ，magical power。别急，还有更好看的。表演到此为止，谢谢观赏。你想学什么魔术都可以，只是这个有点困难。对不起。怎么会呢？只是因为……我都差点忘了，你是能看到这些的。不过告诉你也没事，这是夏家的祖传咒术，你要是想学，我都愿意破例教你。哎呀，你有所不知啊！问题就在于，发动咒术的符文只有夏家的血脉才能使用。
也就是说，没有夏家血统，就算你是我老婆也没办法学呢。哎，我只是举个例子，别生气嘛。不是。你先别乱走，我来把蜡烛点上。小心！你没事吧？别怕，我没事。你呢？我们中计了。这座雕像的机关和门把手是连通的，一旦有人想逃，机关就会自动开启。而且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仓库里的这个味道是一种4条的迷幻香薰。这里的蜡烛被人调包了，我们必须抓紧时间出去了。对不起，我没想过组织的图书馆会这么危险。你现在害怕吗？可是我有点害怕。装神弄鬼，还真是个表演型人格。不过，这里机关重重，我们也只能先从这个谜语下手了。12点整，时钟会走向全新的一天。我们去看看那座钟。醒醒，别睡过去啊，坚持住。想想别的，我们换一句话下手。是歌剧魅影。没错，说不定我们能在这里找到他。八音盒这么小的物件，只会放在顶层的小号箱子里。我们找顶层就行了。喏，这不就找到了？
从材质来看，这是黄水晶，但它被人工打磨成一块透镜的形状，中间有一个光滑的小孔。我知道答案了。这就是摆钟上缺少的时针。还记得初中学过的小孔成像吗？长毛很短，但利用小孔形成的投影，就可以完美的同比例放大长毛的形状。我刚刚消耗了太多咒力，能撑的时间不多了。趁现在，蜡烛还有光。错了，小孔成像的阴影是上下颠倒的。你刚才指的是6点，现在才是12点整。我在。这有什么好谢的？脸上都被蜡烛蹭花了。我才要谢谢你，谢谢你选择站在我的身边。啊？笑死我了！我一定要告诉琳琳。对，还是你想的周到。暂时还不能确定，能够不声不响出入图书馆，熟悉音乐剧，精通工艺，甚至能预料到点亮蜡烛的咒术。你说他是个怎样的人？可能是我的粉丝吧，哈哈。我知道你想问什么，关于我的咒术和我的敌人，对吗？这个世界有很多秘密，人灵神，外表类同，但心智难通。有派系的地方就有对立，有对立的地方必起纷争。这不是我能左右的事情。人类手无寸铁，必须有人站出来承担保护族群的使命。我真的很抱歉，现在没有办法向你解释，因为这里面的秘密是人类自我保护的最后资本。我只是在完成我的使命。不过你放心，不管世界怎么变，我还是你认识的那个汤圆，这一点永远不会变的。你还能相信我吗？
是我不好，今天已经很累了，不该再跟你提这些事。我先送你回酒店吧，然后我再去找琳琳。好。是挺像的。小心！这些家伙还真不会善罢甘休。看到那间酒馆了吗？脏东西少碰。不用担心，我会弄清楚的。我们走吧。我该怎么称呼你呢？拙劣的模仿者，还是躲躲藏藏的懦夫？你究竟想要什么？不如我们来打个赌，看看我们谁先猜到对方的底牌。当然，我保证。对了，琳琳对你印象很好，她看你很喜欢店里的藏品，让你选一个带走。还是先挑东西吧，她工作的时候如果被人打扰，可是会生气的。
别碰！这只机械鸟身上有符咒。走，跟上它。小心！这些家伙还真不会善罢甘休。看到那间酒馆了吗？这东西脏，别碰了。其实我也还没弄清楚，不过你不用太担心。走吧，我送你回去。我该怎么称呼你呢？拙劣的模仿者，还是躲躲藏藏的懦夫？你究竟想要什么？不如我们来打个赌，看看我们谁先猜到对方的底牌。